你知道吗？现在真的有一个专门打脸人的比赛，就叫做打巴掌比赛。它在欧美国家不但爆红哦，在这2年还成为了正式的运动赛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打巴掌比赛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2年在网络上面流传不少2个人以打巴掌的方式互相较量的影片，很多人在看完影片之后反应都是他们在比赛打巴掌吗？这打巴掌比赛听起来蛮闹的但是在比赛当中，选手真的会用力挥拳打对方的脸，然后被打的选手脸会淤青肿胀，有的甚至会直接昏倒。事实上呢，打巴掌比赛在美国内华达州已经是一项正式的运动竞技，也是美国 UFC 的综合格斗赛事之一。这样的比赛呢，除了让观众看得胆战心惊，也让人好奇，单纯互打耳光到底有什么好比的？打巴掌比赛又是怎么样变成运动比赛的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常常感到要学的东西资讯量过大很难理解吗？欢迎你来体验看看，我自己也在用的笔记软体 Heptabase。因为现在资讯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通常我们想要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就用 Word 之类的文件笔记下来。那这种一行一行的文件结构，其实比较适合用来表达事情，对于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对的就比较差。那因为人呢，通常是用树状图的方式在学习的，你学了一个概念会连接到很多其他的概念，要看懂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而这就是我觉得 Heptabase 很棒的地方。Heptabase 的原理呢，是用白板再加上卡片，让你可以把概念之间的关系画出来。那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效果却意外的好。像我平常用来做脑力激荡快速的消化资讯、整理资料等等，都觉得效率高很多。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触新资讯的人，很推荐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哦。打巴掌比赛到底是哪里来的？其实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考证，但目前已知的是，这是一种俄罗斯流传的街头娱乐或是地下格斗比赛。根据我们查到的报道，从2010年开始，就有打巴掌比赛的影片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上面流传。这种互打耳光的行为呢，被当作是考验意志力的象征。而比赛规则就是2个选手面对面轮流打对方巴掌，直到有一方投降为止。后来打巴掌比赛呢，从俄罗斯发迹流传到了世界各地，波兰、秘鲁、美国都有举办过打巴掌比赛的记录。其中美国最早呢，在2017年就有一个叫做 Slap Fight 的打巴掌锦标赛。到了2022年的3月，美国动作片影星阿诺·施瓦辛格跟 YouTuber 罗根·保罗也合作发起了打巴掌比赛，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比赛影片呢，在 YouTube 上面更累积了1000多万人次的观看。后来连世界上面规模最大的格斗联盟美国的 UFC 也注意到了这个新兴的赛事，在 UFC 总裁白大拿的规划之下呢，2022年10月强力巴掌联盟正式成立，准备让打巴掌比赛成为专业的综合格斗赛事。前面提到，从2017年开始，美国已经有不同的组织举办过大大小小的打巴掌比赛，但由 UFC 成立了强力巴掌联盟是里面最特别的，因为它是美国第一个受到正式监管的掌果运动组织。根据美国 UFC 总裁白大拿的描述在成立强力巴掌联盟之前呢，他发现2017年前的打巴掌比赛没有任何的规则，参赛者呢都是业余居多，而那些上传到影音平台的影片画质也不怎么样，但影片竟然都有100万以上的点阅率。这让他呢就在点阅率当中看见了潜在的客群跟前朝，因为这样子呢，他决定要投资并且推广这项运动，让打巴掌比赛呢成为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的一部分。2022年10月 ，UFC 向美国内华达州体育委员会提出了举办打巴掌比赛的提案，之后经过了体育委员会的认定之后，核准 UFC 呢以强力巴掌联盟的名义举办比赛。而 UFC 也在申请到执照之后，将自家的打巴掌比赛取名为 Power Slap， 之后呢投入 UFC 的资源推广 Power Slap 比赛。之后 Power Slap 呢也跟其他的综合格斗比赛一样被拍成了一系列的格斗秀，更在美国 TBS 电视台上面播出。那这个打巴掌比赛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呢？对于打巴掌比赛大部分的印象都是不就是2个人互打耳光而已吗？这样有什么好比的？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打巴掌比赛是有规则的。根据 Power Slap 的规定，选手的量级比较其他的综合格斗比赛也会依照性别分组。赛事本身呢分为3个回合，每个回合双方都有60秒的时间可以担任进攻方来挥出巴掌。而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工作人员会掷硬币决定谁是先攻。
那攻击方呢可以打的位置非常的局限，一定要打在对方的脸上，也就是眼睛的下面到脖子上面的区域。如果攻击偏离了这个范围例如说打到对方的太阳穴眼睛、鼻子或者耳朵，那就是犯规。而被打的选手不能够闪躲，换句话说就是要乖乖的站好挨打。如果出现躲避行为，也会被判犯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选手都会被打到直接失去意识。不过只要可以在60秒内站起来，就还有机会继续的参加比赛。最后，如果有人无法起身或主动投降，另外一方就算获胜。而假设3个回合之后都没有人被打到，比赛结果呢就会交给评审进行评判。这样听下来虽然打巴掌比赛呢有一定的比赛规则，但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这项简单又暴力的比赛太过野蛮，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合法的运动比赛。不少人在看完打巴掌比赛之后呢，觉得比赛的过程非常的危险。更有专家表示打巴掌的杀伤力可能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大。虽然打巴掌算是相对轻微的肢体暴力但被打的那一方还是可能会出现耳膜破裂耳内出血、脑震荡等伤害的风险。而在打巴掌比赛上面呢，防守方只能够站在原地接受攻击的规定，对于脸部还有头部都有可能造成更大更直接的伤害。之前呢也有传出有选手在比赛后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甚至短暂失忆的消息。此外，更有医生还有神经学家提出选手反复接受全力打巴掌的攻击，可能会对于脑部造成伤害，进而导致脑部退化，会有引发慢性创伤性脑病变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打巴掌比赛还发生过选手死亡的案例。2021年，有位波兰选手呢，曾经在被打了4次巴掌之后，在比赛当中昏迷，最后脑溢血去世了。不过，虽然各方列出了这么多的运动伤害，但也还是有人认为打巴掌比赛很安全因为跟其他格斗比起来，打巴掌比赛选手被挨打程度其实很轻了。在强力巴掌联盟举办打巴掌比赛之后呢 ，UFC 的总裁百大拿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对此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打巴掌比赛其实是相对安全的运动。他表示比赛是有经过专业安全考量的，选手呢除了在比赛当中会戴上耳塞跟护齿器，被打巴掌的范围也有限制，并不会直接的伤及到头部要害。另外，如果拿打巴掌比赛跟其他的拳击比赛相比选手在打巴掌比赛当中最多一场就只会被打3到5个巴掌，而在拳击比赛上面，选手可能要承受10次以上的重拳攻击，程度比被打巴掌来得严重多了。而且打巴掌比赛也比照其他的综合格斗比赛，场边都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待命，时刻的监控选手的状况。那总而言之在白大拿的背书之下呢，打巴掌比赛并没有因为安全的疑虑而停办。不过就在打巴掌比赛第1季的格斗秀进入尾声时呢，却传出了节目要停播的消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在强力巴掌联盟推出首季格斗秀之后呢，发行方跟 TBS 电视台共同发出声明，表示第2季的节目只会在影音分享网站 Rumble 上面播映，不会继续在原本的 TBS 电视台上面播放。而停播原因出乎意料并不是因为安全性问题，而是打巴掌比赛格斗秀的收视率太低了。打巴掌格斗赛推出之后呢，第1季单集的平均观看数呢只有30万人次。在播出第8集的时候呢，格斗秀的这个收视率更排在当晚第106名，收视率不如预期。那虽然总裁百大拿向观众表示自己依然信心满满，会继续制作强力巴掌联盟的格斗秀，不过各界对此呢态度保留，认为收视率不如预期的表现，或许代表打巴掌比赛的发展性可能有限。也就是说，虽然打巴掌比赛已经是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但它有没有机会和其他的综合格斗比赛一样，在美国开发出稳定又庞大的观众群，外界普遍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观察。我们团队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一开始以为打巴掌比赛是一个玩味性质比较高的活动，听起来好像是某种趣味竞赛吧。结果看完资料之后呢，觉得这个比赛呢不但跟趣味搭不太上边，而且看完选手被打的照片之后呢，还觉得打巴掌比赛蛮吓人的。我们觉得或许是因为直接打脸某个人这件事情呢本身侮辱性高，也被当成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不被一般大众所接受的，所以在看到打巴掌比赛时呢，才有一种不明所以的感觉。但我们也认为或许就是靠这种荒谬感增加了比赛的看点，让观众呢在看比赛的同时产生一种哇，原来这么奇怪的事情也能够变成比赛，这样子的想法呢，成功吸引到了观众的目光。再加上打巴掌比赛的节奏很快，规则又简单，观众呢只要看谁先倒下就能够知道结果，理解的门槛很低所以它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我们也觉得运动赛事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选手们各种超越人体极限的动作或技术，但这个部分打巴掌比赛似乎就比较吃亏了，因为它的内容单一，选手能够展现的格斗技术也相对的有限，观众可能看没几次就腻了。
所以这个打巴掌比赛的热度能够维持多久，我们自己也是蛮好奇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打巴掌比赛有机会像其他的综合格斗赛事一样，持续的扩大发展吗？应该可以哦。现在的比赛呢，看起来有一定的规模了，继续下去应该没有问题。感觉不太行哦，虽然觉得蛮有趣的，但想不到互打耳光的比赛还能够有什么样特别的发展。所以我不太确定哦，因为本来就看不太懂这个比赛的重点在哪。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打巴掌比赛。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极限体能王以及 Logan Paul 是谁。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